穿越成恶毒男配，只要将女主黑化就能获得3000万。于是我每天想着办法羞辱女主，可没成想对方却越来越依赖我。这时系统忽然哆哆嗦嗦传来一个消息，这个世界其实还有条贡献副本，叫被病娇反派囚禁的男主做恨日常，并且男主还是我。深夜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云云，此时她正跪在地上，被扇得红肿的左脸上还带着血痕。她盯着我下颚紧绷黑沉的目光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，咬住我的咽喉将我撕个粉碎。一旁的红木茶几上还放着被拆开的录取通知书。这时系统开口，宿主你偷改反派高考志愿导致反派逃离你失败，是他黑化值飙升的重要节点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演好这场戏。不就是恶毒男配吗？这6年从业经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云云你可真让哥哥伤心。我踩上他的胸膛，系统不够啊！宿主用力踩他拧他羞辱他。闻言我脚尖用了力，云云一声闷哼，紧绷着身子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弯了弯唇，笑得恶劣。云云我把你从孤儿院捡回来养了你6年，我就算养条狗都有感情了。小腿渐渐上抬，踩上他的肩膀，逼迫他跪得更深。你呢？以为瞒着我报志愿就能一声不响地走？云云的眼神落向我脚上，声音轻了，我是你的狗，没错，你就是我养的狗。我顿了顿，别以为我最近忙没时间管你，就注意不到。忙什么？这时云云打断了我，带着白皙手掌扣上我的脚踝，寸寸抹擦。云云抬头，眼神冰冷，忙着谈恋爱吗？我一怔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脚踝的触感越来越清晰，像是吐着信子的毒蛇，在一点点试探着猎物，好找准机会吞噬殆尽。我用力地抽回脚，站起身，一把拽起他的头发，警告道：云云，好好去京大上学，别耍你的小心思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眯了眯眼，咬着调，除非我死。这明示应该够明显了吧？而且我也真是为反派考虑了，如果云云不去京大，还怎么和男主相遇，得到温暖救赎，然后和女主抢人，最后爱而不得，只好功成名就啊！我这么兢兢业业的恶毒男配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做错了事儿就要有惩罚。我松开手，拍着他的脸，老规矩，楼上脏衣篓里我的衣服，你全部用手洗干净。云云望向我，一言不发。我被盯得发毛，急忙唤醒系统，快查一下云云的黑化值。系统64%，怎么才涨了5%？我刚想问系统是不是查错了，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温柔的女声从手机传出，带着浓浓的倦怠。宝贝，我好想你。我放软了调子，怎么样？合作谈的还顺利吗？这时身后说不上来的怪异感爬上脊椎，后背发凉。我下意识回头撞上云云的眼，漆黑如泼墨般的狭长眸底，好似一张巨大的网，将要把我吞噬殆尽。我心默的漏掉半拍话梗在后头。系统忽然响起宿主反派黑化值更新提醒，云云黑化值已达90%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看着阳台上晾挂的衣裤，也不多啊，就这几件衣服。云云居然在卫生间洗到了下半夜才出来，糟了，我换下来苦茶好像也在脏衣篓里。这大半年想着云云要高考，就没再罚她洗过衣服，以前都会挑出来，昨晚临时起意居然忘了这茬。可我昂着脖子在衣服下晃了2圈，都没找见我那奥特曼苦茶的身影。找什么？我回身望去，云云站在半米开外，头发微湿，像是刚晨跑完回来，一身简单的黑白运动装，却愈发衬得她身形高挑。一时间我晃了神，我刚穿来时云云只有12岁，云云的妈也就是原主的继母，嫌弃云云是她嫁入豪门的绊脚石，一直将云云到处寄养，直到原主一家出车祸全死了。我被系统局派来接替了原主的身份，云云也因为没人继续负责她的生活费，被丢来扔去，最后被送去了孤儿院。我在孤儿院找到云云时，她瘦得像根杆，穿着洗得泛白的衬衣，看向我眼里全是不属于那个年纪的冷漠与阴鸷，典型的反派好苗子。正好我的任务就是在她本就不幸的命运里，在天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彻底黑化。我回神清了清嗓，拿捏着恶毒季哥的腔调，我的苦茶呢？云云擦着头发抬眸看了我一眼，语调平平，洗坏了。这下轮到我惊了，洗坏了？我才买的，刚穿了一次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洗坏？云云不答，转身往屋内走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咬牙切齿，狗东西一定是在报复我，有本事冲我人来啊！拿衣服撒什么气？那可是我下血本买的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一顿饭嫣然第3次出声询问我，总感觉周围有道灼热视线，却抓不真切。我压下心中的怪异，笑着没什么，就是想着马上到你生日了，应该送你什么礼物？嫣然笑了笑，眼眸里盛满温柔，你喜欢我吗？我一怔不明所以当然，那就够了。面前的餐盘被调换，换给我的是已经切好的小羊排。嫣然单手摘下金丝镜框，嗓音温柔，我已经收到这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了。我望向嫣然，不得不说我很吃这款，虽然家境普通，但个人能力极强，29的年纪就已经坐上了寰宇的副总，成熟温柔理智且性感。吃完饭嫣然送我回家，车停在单元楼下，我喝了些酒，夏夜的热浪拂过刘海，吹得人心荡漾。上去吧，我看着你上去再走。我耍赖的摇了摇头，我和嫣然已经小半个月没见过了，我们刚在一起他就出差，俗话说小别胜新婚。下一秒嫣然被腾空抱起，落在了大巨的车前盖上，我仰头吻了上来，死死纠缠，攻城略地。嫣然被吻得身体发软，突然阴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亲够了吗？我瞬间清醒，回头看向云云，嫣然跳下车挡在我身前，又恢复了那副成熟温柔的做派，嗓音和煦，你就是萧炎的妹妹吧？云云看了眼我，冷脸道，不是，我是她养的狗。我心一惊，连忙窜了出来，把云云往楼里拖，解释道她刚高考完，压力大，不说。嫣然笑笑，没再多少说。我拽着云云上楼，这么多年为了完成任务，我是兢兢业业，一整个围着云云转，现在好不容易谈个恋爱，眼看着可以开个婚，全被她搅和。一进门我气得不行，云云你有病吧？不是你自己说的马我是你养的狗？云云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阴冷，让我想想你在她面前是什么人设？是温柔懂事吗？她步步逼近，最后将我抵在了玄关鞋柜上。她知道哥哥踩我时候的样子吗？气势压迫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砰砰直跳。这就是90%黑化的气场吗？系统报名宿主，他在挑衅你，扇他，给他教训，告诉他谁才是主人。我心一横，早死早退休。巴掌没落下去，手腕被云云紧紧攥住。我咬着后槽牙，云云你，我怎么没让哥哥扇？所以哥哥这次又要罚我什么？云云盯着我，下颚紧绷，在门外跪一宿，还是给你洗衣服，或者走3个小时路去给你买蛋糕，还是踩着我骂我是贱主？我看着云云，半晌我抽回手推开他，云云我不罚你，明天你就搬走吧，别在这儿住了。
云云神色骤然一滞，终日清冷的脸上甚至出现难见的不可置信和无措。你说什么？他靠近我压着气，你再说一遍。系统急得哇哇乱叫。宿主你疯了，你放他出去住，脱离你的掌控，不就正如了他的愿吗？不行，千万不行！你快告诉云云，你只是在耍他玩，根本不可能放他走。我点了点头，指尖爬上他的胸口，一字一顿，怎么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，我顿了顿，对上云云幽暗的眼，轻吐出最后个字节，笑得恶劣滚。肩膀被蓦地摁住，后脑撞上墙壁开关，啪的一声，客厅漆黑一片。云云站在我身前，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剩下面前越发沉重的呼吸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强撑气势。云云，你要做什么？下颚被蓦地掐住，强硬的往下。我被低头看向她，云云轻笑一声，分不清是嘲讽还是自嘲，嗓音却是难见的温柔。是我妨碍到哥哥了，对吗？冰凉的指腹摩挲着我的下巴，像是生锈的铁链，带着腐朽和毁灭的味道。如果我不在今晚，你就会把他带回来，对不对？云云盯着我，语气很淡，像在询问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。那哥哥会和他做吗？我瞬间怔愣住，窗外的车灯一闪而过，照亮云云的脸，漆黑的瞳孔翻涌着粘稠的沼泽，脸上却是近乎诡异的平静。他松开手道，哥哥户口本上我已经满18岁了。满18他什么意思？成年了所以要杀我了？不应该啊，黑化值还没满呢。就在我想得走神的时候，颈侧突然被人咬住，一阵刺疼，我瞬间脑袋轰鸣。系统狂叫，宿主云云黑化值92%，我靠95%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长得这么快？我心瞬间漏了一拍，妈的，云云今晚不会真要弄死我吧？我看着眼前不断闪烁的黑化面板，像是彩票头奖突然莫名其妙砸中了我的头，一整个幸福到晕厥。太好了，我要下线了，3000万啊，我的3000万！不行，我要冷静，我要维持住我的人设，站好最后梗。趴手掌又疼又麻，我第一次下这么狠的手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灯。云云偏着脸，没有一丝表情，白皙的脸上红肿的指印格外刺眼，垂在身侧的手却像无法自控般微微颤抖。系统开口，不对啊，我怎么感觉刚才反派是迎着你的巴掌自己吻上来的？你瞎了吧？你看他明明被我这猝不及防的一巴掌气到发抖了。再说谁家好人会上赶着被扇巴掌，又不是变态。系统也对哈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没说话，越过云云，坐在沙发上，拿起茶几上的酸奶倒在了脚背上。我翘了翘脚，笑得恶劣，像小狗一样爬过来给我舔干净。云云身形一僵，脊背紧绷，像是在极力控制着什么，嗓音不稳。萧炎适可而止，呦，都气得叫我名字了。适可而止，我合了合眼威胁，云云，你上大学的学费我还没转你吧？是不想要了吗？云云紧紧地盯着我，眼神幽暗，一看就恨死了我。下一秒，云云爬了过来，平日里没发现反派这腰是真细啊，屁股也翘。系统，我靠，宿主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，这么侮辱威胁人的方式就没人受得了。我被系统夸得上头，一脚踩在了云云小腹，脚背的酸奶顺着动作滴落，弄脏了她的白色连衣裙。我一把扯住云云的头发往上拽，拍着她的脸道，乖小狗快舔吧。握住我脚踝的手在颤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脚背。哥哥你千万不要有天落在我手里。云云盯着我，像是刚从修罗地狱爬出的阴尸恶鬼，不然我一定会弄死你。我冷着脸没有回复，脚尖越发用力的往下拧。云云紧咬的唇齿间泄出一声闷哼，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兴奋，连呼吸都带上了一丝古怪的喘息。则看反派被我羞辱的都气成啥样了，我真是恶毒祭歌界的天才啊！我兴奋的要死，童子，快查一下云云的黑化值。几秒后，系统战战兢兢，主子现在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听哪个啊？反派都被我踩成这样了，还能有坏消息？好消息是啥？好消息是云云黑化值已经99%，坏消息是系统顿了顿，哆嗦着嗓，这个世界其实还有条贡献副本，叫被病娇反派囚禁的做恨日常是本破文。我心一抖，问到副本男主是谁？系统眼一闭，尖锐报名，主子是你啊！我震惊的看向脚下的云云，纷乱的呼吸，泛红的脖梗，湿润的眼眸，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我猛地抽回脚，对着系统破口大骂，我操你他妈，怎么现在才说我是他哥啊？系统连声安慰，没事，又不是亲的。行好，怎么云云看向我，嗓音暗哑，哥哥不罚了吗？罚还罚个屁！我冷着脸站起身，正准备骂他，系统友情提醒，欺辱反派会增加黑化值，反派黑化值达到100%时，立刻开启破文副本哦。靠我深吸口气，一言不发的蛇身进卧室，以至于没看到身后云云病态失落又极度自厌的脸。回到卧室，我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有副本为什么不早说？系统委屈到这种情况很少出现，而且只有反派黑化值达到99%时才会触发隐藏副本。我啐了一口，你要不回局里修脑子？我不仅天天折辱他，而且还有男主的存在。云云和我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喜欢我？系统古怪，谁说他喜欢你？眼前出现副本画面，在主线剧情里我确实是被云云杀死了，但却是他故意设计的假死。云云抹掉了我身上萧炎的身份，然后囚禁在他身边报复，晚上在我身上排忧解难。云云捏着我的下巴，汗滴在我的胸口。哥哥不是很讨厌我吗？被自己讨厌的人欺辱感觉怎么样？我紧咬着唇，整个身子颤成了筛子，汗津津的像泡在水中。见我不语，云云一口咬了下来。哥哥别再逃跑了，不然我真的会弄死你。系统收回画面，看了我一眼，没头没脑。11724，我莫名其妙啥？系统没什么，总之明天起宿主开始锻炼身体吧。你是不是忘了我有女朋友？系统放心，他会参加你的葬礼的。我安分了，毕竟要是真进了副本，是真要查。云云恨我得要死，区2%根本不够我在他面前晃几次。于是我开始故意躲着云云，但他最近白天也常常不在家，所以在家时只要他在客厅，我转身就回卧室。云云做好的饭我也不再吃，要不点外卖，要不就和嫣然在外吃过再回家。直到云云当着我的面打碎了我最爱的5090，我停下转头看向云云，她站在原地，表情冷漠，垂在身侧的手却攥得指节发白，隐隐颤抖，视线却不自觉落向墙角的柜子，里面放着一条为了骗过系统专门定制的皮鞭，抽在身上看着很吓人，但并不会很疼。云云每次犯了错，就会被我用这条皮鞭给足教训，红痕交错的胸口，汗水滴落的下颚和少女咬牙隐忍的闷哼。我没说话，淡淡的收回眼，走到玄关换好鞋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般，砰的关门走人，以至于没看到屋内云云瞬间苍白的脸。嫣然的车停在地下车库等我。逛商场时，我买了一块女士手表和连衣裙，我将连衣裙递给嫣然，诺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嫣然接过，目光落向我手中的手表盒，嗓音温柔，手表买给谁的？我妹妹她和你一天生日也在明天。从孤儿院接回云云后，每年我都会给她准备一份礼物，然后用云云外婆家的地址寄给云云。嫣然
然漫不经心，你和他不是亲兄妹吧？我不解对啊，怎么了？嫣然没答，抬手捏了捏我的脸，宝贝，明天我生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吃个饭吗？我瞬间怔住，嫣然像是察觉我的想法，不是见家长，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就只是简单的吃个饭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急促的电话铃匆匆响起，我接起是公安局的电话，云云被抓了。我没让嫣然送自己打的车过去，等我赶到公安局时，云云正坐在大厅长椅上，旁边还坐了个男孩子，正歪着脑袋跟云云说着什么。不远处还有几个围坐在一起，看样子25、6脸上都挂了彩。云云见我来，眼睛亮了亮，一旁的男孩也转头看了过来，我一下子像是被雷劈中，眼角下2颗红色的小泪痣，不是男主还能是谁？男主居然提前出现了，我没说话，进去签了字。云云全程眼神落在我身上，我冷着脸走到他面前，跟我出来。云云站起身跟在我身后，男主也鬼鬼祟祟的跟了上来。到了公安局外的空地，我刚转身，男主唰的冲出来挡在了云云身前。哥哥你别生气，你别打他。云云嗓音很冷，让开，我就不让男主看向我楚楚可怜。哥哥是那群人先对我动手动脚，云云是为了帮我才会打架的。云云越发不耐，一把扯开男主，我叫你让开。男主挣脱云云的手，往我跟前迈了大步，抓住我的手，哥哥如果非要扇就扇我吧。说完送上了脸，水灵灵的大眼睛眨巴眨，满眼的兴奋和渴求，就直接差把哥哥扇我4个字刻在脸上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谁让你碰他的？男主被一把拽开，云云的脸色很难看。好家伙，不愧是男主啊，才见第一面就让云云这么护着。我冷冷的看向他，语气一如往常般恶劣。云云你真是长本事了，居然敢让我来公安局领你。云云握上我的手，是刚刚男主抓过的地方，低垂着头像只没人要的小狗，嗓音沙哑，所以哥哥想怎么罚都可以。我没做声，耳边的呼吸声越来越低沉，隐隐带上几分难受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下一秒云云晕倒在地，男主瞬间慌了神，他晕倒了怎么办？我连忙蹲下身架起云云，朝着男主大喊，快去公安局找人帮忙送医院。医院急诊室里医生调整着输液泵，没事，他就是发烧加上有点低血糖，最近肯定是没好好吃饭，回去你们家属多叮嘱着你。我看着病床上还没醒的云云39度1，连嘴唇都烧得有些嫣红。我捏紧被角，转身去1楼拿药，忽然手腕被紧紧握住，云云闭着眼，眉头紧皱，像是陷入了一场无尽的噩梦。可怜破碎哥哥，我腾回忆的阀门瞬间开了闸。云云14岁时生过一场大病，他知道我厌恶他，所以生了病也一直强忍着，直到我发现他晕倒在厨房里。大半夜我背着他在医院跑上跑下，医生说再来晚一点云云就要烧傻了。云云向来寡言内敛，心思很重，只有那一次高烧已经让他完全失去了防备，只能凭本能的抓住了我的手，痛苦呢喃，哥哥我疼。我坐在病床边，将他的手握在掌心，摸着他的额头安抚，会没事的，有哥哥在，乖睡一觉睡一觉就不疼了。那晚我握着云云的手，在病床边趴着睡了一夜，直到我醒来，看见云云躺在床上正静静的看着我，神色难辨，思绪回笼。我挣开云云的手，折伸出了病房，刚走云云就睁开了眼，漆黑的眸底幽暗翻涌。哥哥云云没事吧？病房外男主将我拦住，发烧输完液就好了。那就好。男主长舒口气，扬起笑，哥哥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云天，白云那个云是这个世界的男主。我一怔，你说什么？哥哥你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云天语气活泼，我呢是这个世界的男主，你呢是反派的恶毒继哥，专门负责反派的黑化。他望向我星星脸，哥哥你真的好帅啊，冷系帅哥，让你来扇反派巴掌，难道不是给他的奖励吗？话落他抓住我的手，眼睛发光，要不哥哥也扇我2巴掌吧，让我也感受感受什么叫比巴掌。我抽回手问他，你也有系统吗？云天像是没挨到巴掌，有些失落，摇摇头，没有，我是云云帮我挡酒瓶那下突然觉醒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云云这长相身材性格真的妥妥是我的菜。云天愤愤不平，我一定是结局被人控制了，才会选沈幼薇那个狗东西。沈幼薇是？云天咬牙切齿，这个世界的女主，我的死对头兼青梅。我看着云天，你真的觉得云云很好吗？云天狠狠地点了3下头。那你？我抿了抿唇，重新开口，愿意选云云当女主吗？云天一怔，哥哥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男主，所有其实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能够因为你的爱而转。我直直地看向他的眼，只要你愿意爱云云，真地爱她，她就可以成为女主。系统悠悠开口，宿主，原来你不是怕进副本，这才是你突然要卡黑画质的真实原因。对，我不能让云云进副本，进了副本只要我存在，就会一遍遍提醒她曾经的不堪和屈辱，云云只会越陷越深，永远不会真的被男主救赎。想想她上半辈子爸早死妈不爱，然后又碰上我已经够惨了，要是云云能做女主，能被自己爱的人爱，一定会很开心。系统可是男主不会这么轻易答应的，而且完不成任务你会直接死在这个世界。我看了系统一眼，谁说的？如果男主不答应，只要我卡好黑画质，等云云在男主的感染救赎下爱上男主，我直接上大马路被车撞死，恶有恶报，保证主线剧情结局一致，不也能完成任务。系统惊了，我靠，你卡 bug， 可你现在就只剩2%的黑画质了，根本就熬不到云云爱上男主。我没说话，而是看向医院走廊横挂的电子时钟，红色的字体显示着0点整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递给云天，我刚提的事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但现在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第2天中午，我收到了嫣然寄来的西服，电视里正播放着最新的八卦新闻，今早云氏集团继承人正式遗嘱，疑似私生女上位。我提起盒子里的西服，深蓝色的哑光绸面一动就仿佛星河倾泻，是市面上不常有的设计，一看就很贵，就一个普通生日会不会太隆重了点？直到嫣然来接我，车一路驶进一座庄园，富丽堂皇的别墅大厅里俨然一个小型酒会。我看着眼前的烟母烟府，汗流浃背，什么狗屁普通家庭，嫣然居然是燕家的小女儿，在京师有百年根基赫赫有名的燕家。燕府看着我身上的西服，简单的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就没再多说，看不出什么态度。倒是烟母开口，嫣然跟我来一趟书房。嫣然像是看出了我的紧张，捏了捏我的手，安抚道，宝贝别紧张，就在这儿等我很快就回来，回来我一定给你好好解释。我站在角落吃着蛋糕，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。肖先生您好。侍应生拖着酒盘将上面的酒递给我，这是小姐让我专门为您准备的，希望肖先生喜欢。我弯了弯唇接过抿了一口，10分钟后我才反应过来，那杯酒里有要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水晶吊灯在天花板上碎成万花筒般的幻影。我撑起所有的意识往卫生间走，肖先生您没事吧？那声音像是浸在水中般，他架住我朝里走，我带您去客房休息。
休息吧，不能被带走。我猛地咬破舌尖，一把推开他，往外跑。废物中了药你都看不住。我缩躲在地下车库，身体里的潮涌越发强烈，甜腻的嗓音里充斥着扭曲的愤怒。找到他之后，把他的那件西服扒下来。凭什么萧炎能穿那件西服？嫣然姐姐的丈夫只能是我。他顿了顿，笑声毛骨悚然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等过了今晚，他肯定就被那群人玩烂了。嫣然姐姐一定不会再要他了。古先生，您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是那个侍应生的声音。萧炎今天是和小姐一起来的，没开车，而且现在还中了药，一定还躲在上面的院子里。我咬破了唇，皮肤下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血管里游走，脚步声渐行渐远。我颤着手，在意识彻底消失前拨出了电话。我被人下药了，在地下车库，快来！不知过了多久，随着一声急刹，紧接着我被人扶了起来，放进了车里。哥哥，你忍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我难受的乱扭，可没有丝毫的缓解。下一秒，尖锐的轮胎声刺破空气，我爬过中控台，坐在了他身上。他哑着嗓下去，我胡乱的摇头，忍不住蹭着眼前这份冰凉。他按住我作乱的手，低喘着，像是隐忍到了极致。步行车上没有保护罩，有的我明明上次买了一盒。我扣开扶手箱，胡乱翻找，身下人却像突然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的可怕。我难受的哭出了声，叫他：你快帮我找找啊！第二天下午，我才在家里的大床上清醒过来，浑身疼得要死。我抓起床头的衣服想穿上，薄薄的布料却磨得我火辣辣的疼。脑子里模模糊糊的画面瞬间袭来，从车里再到床上，我瞬间红了脸。想不到嫣然看起来温柔，到了床上也照样不是人，如狼似虎。下一秒，我猛地反应过来，套上衣服推开了隔壁云云的房门，里面很规整，完全没人睡过的痕迹。还好云云应该还在医院，不然就昨晚那阵仗和动静，我还要不要脸了。我给自己煮个面，刚煮好，电话就响了。萧先生，我是嫣然的爸爸，方便见一面吗？我应付的吃了2口，赶去了燕父说的咖啡馆。一坐下，燕父开门见山，骨骼失踪了。我不明所以，叔叔说的是谁？燕父慢条斯理的抿了口咖啡。我知道他昨天对你下了药，你想要讨个公道，我可以理解。他弯了弯唇，眼眸深邃如深潭，透着长期上位者的不怒自威。但是我希望你能把人交出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。我语气很淡，真的不是我什么都没做。燕父看着我没再说什么，转身从包里掏出一张卡推到我面前。萧先生，你无母无父，不是嫣然最好的选择。我瞬间了然，反问道：昨晚我身上那条西服是不是有些特别？燕父点了点头，那是嫣然爷爷在世时亲手做的，送给他未来丈夫的礼物。我把西服系好还给了嫣然。嫣然一怔，谁告诉你的？你爸爸？我笑了笑，我还收了他500万分手，比我想象中容易。毕竟嫣然是个体面人，在一起之前我们就曾经说好过，这段感情双方都可以随时喊停。毕竟任务结束，这个世界里的萧炎就死了。嫣然苦笑，还是我太着急了。我摇了摇头。嫣然看着我问道：我能再抱抱你吗？我抱住了他，嫣然靠在我耳旁，眼神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紧紧地盯着某人，嘱咐我道：萧炎，小心你妹妹。一路上我都在想嫣然的话。开门时，云云不知什么时候回来，正站在玄关处，目光阴冷地看着我。我没理越过他手腕，被蓦地拽住回拉，独属于云云的气息将我团团围住。云云，你要做什么？哥哥，你在他面前真乖啊。他顿了顿，轻笑。那他知道哥哥在我身上时候的样子吗？我一怔，甩了他一巴掌，大骂：云云，我是你哥，你别胡说。胡说！云云扣住我的手，放在唇边，偏执又阴暗。我成年里那晚，哥哥不是还喜欢我到不让我出去吗？还是说哥哥只是在玩我？记忆里那张模糊的脸渐渐清晰，看来哥哥是想起来了。我瞬间慌了神，想扇自己2巴掌。云云，你听我说。我平复着呼吸，那是个意外，我中了药，意识不清，不是想羞辱你。没关系，云云打断我的话，我愿意被哥哥睡。我一怔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哥哥是要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吗？他俯下身，四目相对。我说我喜欢哥哥，愿意被哥哥睡，心甘情愿做哥哥疏解的工具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瞪大眼，我们是兄妹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如果哥哥真的放不下这层身份，云云漆黑的眸里同欲望蛊惑着一切。白天在人前我可以做你的好妹妹，晚上再做你的情人，好好伺候你。云云，你真是疯了！我一巴掌扇了下去。云云揉着我扇得发红的手，哥哥别扇了，再扇我就忍不住了。我不自觉向下看，云云也不遮不挡，我瞬间失语，半晌憋出2个字：变态。我推开他，开门要走，忽然口鼻上被蒙上奇异的香，身子瞬间一软，失去了意识。哥哥你醒了！我睁眼就看见云云歪头趴在我的床边，周围的一切都无比陌生。这是哪儿？我为哥哥准备的别墅，这里只会有我们2个人，永远都不会有人打扰。我一怔，急忙呼叫系统。云云的黑化值是已经到100%了吗？没声音，系统消失了。我推开云云，起开，我要上厕所。掀开被子，脚踝上的镣铐赫然出现，里层为了舒适度还垫上了粉色的小羊皮。我冷脸看向云云，你是想要我一辈子锁在这张床上吗？云云摇了摇头，起身走到离床5步远。我这才看清锁链的另一端镣铐正戴在云云的脚踝上，只是没有了小羊皮，锋利的镣铐边把她白皙的脚踝磨红了一片。云云重新走过来，将脸贴在我的掌心轻蹭。他们怎么配合哥哥烤在一起呢？只有我可以。我用力的抽回手，云云疼得皱起了眉头。我后知后觉地抓过云云的手，撩起她的袖口，冷白的手腕上一道很新的割痕，随着割痕翻起的皮肉上已经凝起一层血痂。我眉心一跳，你别告诉我是你自己割的。云云收回手，平静地放下袖口，是我自己割的。我对哥哥用了药，是犯错该罚。我瞬间气上头，一脚踹上他。云云，你有病是吧？有病就去治。哥哥，我早就病了。云云握住我的脚，那张清冷漂亮的脸上病态又空洞。你知道你每次踩我的时候，我都在想什么吗？握在脚踝的力道不断收紧。我在想哥哥的脚真漂亮，踩着我很舒服。我呼吸急促，咬牙切齿。云云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啪嗒一滴泪落在我脚背。我一怔，云云哭了。哥哥，我明明已经很乖很听话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？为什么还要和别人谈恋爱？我也知道自己很恶心，不该喜欢你。你明明对我那么坏，不该喜欢你，我不该喜欢你。就连哭，云云都哭得很克制，但眼泪却止不住的簌簌往下掉。求求你了，哥哥，救救我好不好？爱我一点好不好？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。没有你的爱，他快要活不成了。我站起身，擦掉他的眼泪。云云，你会爱上别人的一切都会好的。
这句好像触碰到云云的神经，他拉着我径直走到厨房，我的手被他用力的握着。云云脸上带着扭曲的疯狂，哥哥是怕我出轨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哥哥可以把我的眼睛挖掉，挖了我就没办法看别人了。我的一切都是哥哥的。云云疯了，真的疯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。云云可以了，我相信你可以了。云云却完全听不进去，啪一巴掌，刀哐当落地。云云还跪在地上，抬头看我泛红的眼眸，像朝主人摇尾祈求怜爱的小狗，握住我的手放在春光。哥哥这儿也想要你的奖励。系统真的彻底消失了，我被云云囚禁了起来。说是囚禁，更不如说是伺候，像条小狗般围着我身边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甚至是洗澡他都想帮忙。我忍无可忍，将他赶了出去。等我洗完澡出来，云云已经举着吹风等着给我吹头发。我没矫情，被人伺候的感觉确实不错。刚吹没多久，云云的电话响了，第一次他没接，直到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我忍无可忍，一把抢过吹风，接电话我自己吹。云云接电话从不会避开我，为他的嗓音很冷，像是换了个人。换个地方继续关，别让燕家找到。燕家，我关掉吹风是你绑了古河。云云点了点头，没错是我，谁让他给哥哥下药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云云弯了弯唇，没什么，就是找了些人吓了吓他。这栋半山别墅加上找人处理陈泽，我这才反应过来你回云家了。原剧情中云云是云二爷的私生子，云二爷死后，云云和他妈就被云家彻底的赶了出去。直到后半段，云云为了得到男主，才做局回到云家，最终成为云家的新家主，带领着云氏迈上新台阶，功成名就，可现在才。哥哥，我调查过，云云蹲下身，趴在我的膝盖上，仰头看我，清冷的眼眸在根根分明的睫毛掩映下乖得要命。嫣然皮囊好，个人能力强，最主要是出身燕家，有钱有势，在一个普通大学生和他之间，无论换谁来选都会选他。所以我要为自己增加筹码，则还挺有逻辑，看来还没有封彻底。不过他太老了。云云将脸折转，温热的气息铺洒在我腿上，我比他年轻，更能伺候哥哥。我脸瞬间爆热，一把抽出了腿，拽起他的头发。云云，你知不知道只有女魔才需要伺候人？云云舔了舔唇，犹如鬼魅。原来我在哥哥心里这么好吗？我一怔，什么？女魔不仅要长得好，还要硬件好，最主要的是活也要够好。所以哥哥不是在夸我吗？云云离开了别墅，这是半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出门。临别前他摘下了脚踝上的镣铐。哥哥，我把他取下放在这儿，你不要逃跑好不好？云云看着我，嗓音里带着祈求，等我回来。我点了点头，门窗都没云云从外所在，我根本就出不去。然而云云刚走没一会儿，别墅的门被再次从外被打开。我靠，他真把你囚禁了！云天焦急地把我转了一圈。哥，你还好吧？他没抽你没打你吧？没有。我摁住他想要撸我衣袖的手。只是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是你的系统带我来的。他说这里的磁场很不一般，他进不来，所以让我来救你。怪不得进别墅后再也没联系上系统。云天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哥快跟我走，云云很快就会回来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我没动，如果云云发现是你带走了我，没事，我是男主嘛，有光环不会有事的。走啊哥哥，系统还在外面等你呢。也对现在的情况和主线剧情岔开了很多，也不知云云的黑化直到什么程度，得先出去联系上系统。我跟着云天下了山，刚到山口，系统就来了。他哭着，宿主我可算见到你了。我就说吧，你卡不住反派的黑化值的，快让我看看他是不是打你了，虐待你了呜。我被系统逗笑，我没事放心。系统抽着鼻子，真的吗？我刚想开口，后背被人猛地一推，云天大喊着哥哥快跑啊！下一秒我的腰忽然被大力抱住，云云的气息铺天盖地的涌来，冰凉的手指从后绕上掐住我的脖颈。哥哥你骗我！我被云云带回别墅，云天也被绑着带了上来，随意的丢在地上。我急匆匆的扶起男主，检查他的状况。云云攥住我的胳膊，倏然一转，你就这么关心他？我甩开云云，你别这么对他，你会后悔。后悔？云云冷笑，因为他是男主吗？我一怔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哥哥别装了，他贴在我的耳旁。这栋别墅甚至这整座山我都装了监控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他的神色骤冷，旋即站起身俯视着我。怪不得上次在医院，你要把本该寄给我的礼物拿给他，让他以他的名义送给我，但他演得很垃圾。所以我是什么角色？女主还是反派？不过都不重要了。云云看向地上缩成一团的云天，拿起茶几上的刀，因为我要你死。云天瞬间慌了命，大喊我靠来真的，哥救我啊！这时系统忽然出声，我靠，我终于进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早说了，宿主你卡不了反派，这下全完了，宿主你别怕，我马上就去系统局搬救兵，等我啊等我。我静静地看着云云，冷声道。云云放下刀滚过来，系统我靠，宿主我求求你不要再刺激他了，一会儿反派要杀疯。下一秒云云走了过来，直直地跪在我身前，我抬手扇了他一巴掌，错了没？云云红着眼死死地盯着我，又是一巴掌，我问你错了没？我没错，是他要带走你，你说过会等我回来的。云云的眼泪簌簌地往下掉，委屈的要命，是他要带走你，我没错。我俯身掐住他的下巴道歉，和云天道歉。云天连连拒绝，不用了不用了，道歉。云云转过身哭腔冷脸，对不起。系统我靠，这反派怎么现在被你训得像狗一样？这还是反派吗？训狗吗？俯身蹲在云云身前，伸出手。云云你是我的小狗吗？云云看着我，将右手放了上来，汪，我要死了，因为任务做崩了。云云进来时我正在擦鼻血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云云握着我的肩头，俯身语气慌张。我推开他，漫不经心，谁让你整天给我吃那么补的东西不留才怪。云云追在我身后，语气急切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考虑到你，别生。我蓦地站定回头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？云云瞬间松了口气，抱着我，下巴搁在我肩头。那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我现在去买，随便吧，清淡点。临出门，云云站在门口磨磨蹭蹭半天没走。我问道怎么了？忘拿东西了。他委屈巴巴，我没忘，是你忘了啊，想起来了。我走上前，低头吻上他的唇。分开前，云云猛地扣住我的后脑勺，撬开唇齿，一遍遍加深。我快断气前推开他，好了，快去。系统叹了口气，宿主你还有3天时间。等到了第3天，我故意支云云出了门，因为任务失败的死相会很难看。系统已经答应我死后帮我收拾尸体，不让云云看到。我在床上躺着，躺了很久，眼前一道白光闪过。系统恭喜宿主任务成功。我一怔，怎么会？系统道就是你逃跑那天，反派要杀男主，让系统触发了新副本。副本内容是降低反派黑化值，拯救剧情世界，避免崩塌。人家忘了告诉你，那我怎么会流鼻血？系统小脸通红，你不是说了吗？都怪反派。系统3000万奖励已到账，宿主在虚空世界里有30分钟的选择时间，是选择留在任务世界还是离开？我选择离开。系统宿主确定吗？你这么走了，反派会疯的。我的家人和朋友都
都在那边，帮我给云云留个纸条，就说不准死等我。离开任务世界的第5年，我终于找到了回去的方法。好消息，云云没死在等我；坏消息，人好像出了点问题。比如说上一秒明明还亲得好好的，下一秒云云蓦地推开我，后退半步，耳间染上了绯红语气，却冷得出奇。哥哥，这又是什么你羞辱我的新方式？德又来了，自从我回来后，就发现云云身体里同时存在了2个灵魂，一个18岁，一个23岁。只是最近18岁的她出现的越发少了，害我差点忘了这个事儿。我弯了弯唇，起了逗弄她的心思，指尖戳上她嘴唇。对啊，就是羞辱你，你不喜欢吗？云云瞳孔骤然紧缩，带着被戳破后的羞恼。半晌，她冷笑道：“他知道吗？”云云知道我有女朋友，但不知道是她自己。我轻佻道：“不知道啊，怎么了？”云云胸膛起伏，呼吸不稳。所以哥哥是想让我当你见不得光的小三吗？小三，我有说过要你吗？别急着给自己安名分。云云身子蓦地一僵，面色都变得白了几分。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哥哥先睡了，早点休息啊。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。”身后突然一凉，紧接着双手一勾，我滚进了个滚烫的怀抱，炽热的吻封住了我的呼吸。我笑着抱住云云，没想到却被拦住。云云紧紧地盯着我，嗓子哑得要命：“你到底亲的是我还是他？”“你啊，当然是你啊。”云云红着眼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亲他？”我有些无奈：“他不也是你吗？”“不一样。”“那我也不知道你这具身体里到底什么时候谁是谁啊？”云云不语，只是一味征伐，直到清晨。云云将我抱进怀里，手抚着我的头，漆黑的眼底充斥着寒意。分不清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不会再出现了。